狐狸猫出去旅游1周以后，回到家发现李黎送给他的盆栽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叶片都垂下来，还有点枯黄。狐狸猫十分紧张。聪明的你，请想一想，这个时候狐狸猫该怎么做才能让快枯萎的植物恢复生机呢？ A. 赶快施肥，提供植物养分。 B. 赶快浇水，并将盆栽移到照得到阳光的地方。正确答案是 B。是的，这时狐狸猫应该赶快为植物浇水，并且将植物移到照得到阳光的地方。不过，为什么动物需要靠摄取食物来获得养分，植物只需要水分、阳光就能生长呢？其实这是因为植物可以行光合作用，自行制造养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光合作用是如何进行的吧。光合作用主要会在叶子的叶绿体中进行，叶绿体能够吸收太阳能，转化产生糖类，提供植物使用。你可以把叶绿体想象成一个小小工厂，这个工厂内部有专门进行光合作用的机器，阳光就像机器的电源，提供光合作用所需的能量。而这部机器可以把水、二氧化碳转换成氧气、葡萄糖与水。了解植物是透过光合作用制造养分后，狐狸猫赶紧为植物浇水。浇水的同时，它又突然想到，既然植物光合作用主要的器官是叶子，那么它在浇水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直接洒在叶片上？这样是不是能更快提供光合作用所需的原料呢？聪明的你，请想一想，狐狸猫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吗？狐狸猫认为浇水的时候，直接将水洒在叶片上，有助于提供植物水分，以利光合作用进行。请问这个想法是否正确呢？ A. 正确，叶子会行光合作用，直接浇水在叶子上，有利光合作用。 B. 错误，植物无法从叶片吸收水分。正确答案是 B。 要知道这一题的答案，就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上一支影片所学过的叶子的构造吧。叶子的表皮细胞外有防水的角质层覆盖，表皮细胞间有气孔，是提供气体进出以及水分蒸散出去的通道。因此，狐狸猫认为浇水时直接将水洒在叶片上，会有助于提供植物水分。这个想法是错误的，因为气孔是水分离开植物的通道，水无法透过气孔吸收，而是必须从根部吸收，再经由维管束运输到叶片。不过，光合作用另一个原料二氧化碳就不一样咯。二氧化碳可以透过气孔进到植物体内，所以光合作用的2个原料，一个是从根部吸收的水，另一个则是由气孔进入的二氧化碳。了解了光合作用的原料以后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认识光合作用的产物吧。光合作用的产物有葡萄糖、氧气、水，其中葡萄糖是植物重要的养分。当光合作用制造出葡萄糖后，能运输到植物体全身，供植物生存、生长所利用，甚至还可以转换成淀粉、蛋白质、脂质等形式储存起来。像是马铃薯、地瓜，就是植物行光合作用以后，将制造出的葡萄糖运输到茎部或根部，转换成为淀粉储存。黄豆主要是将葡萄糖转变为蛋白质储存，而花生、坚果则是转变为脂质储存。这些养分除了供给植物本身利用以外，也会因为动物摄取食物进入动物体内。不仅如此，光合作用还会消耗空气中的二氧化碳，并产生氧气。这些氧气透过气孔释放到大气中，对环境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哦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和狐狸猫一样，觉得植物真是太厉害了？
不但能自己制造养分，还可以消耗空气中的二氧化碳，并制造出氧气呢。相信你现在也更了解光合作用喽。请你利用刚刚学习到的知识，判断以下叙述何者错误。下列关于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说明，何者有误 ？A. 叶子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。B. 需要的原料有水和二氧化碳。C. 产物有氧气、葡萄糖和水。D. 在叶肉细胞的粒线体中进行反应。正确答案是 D。因为光合作用主要是在叶肉细胞的叶绿体中进行反应哦。最后来做个小整理吧。1. 植物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。2. 光合作用是指叶绿体可以吸收光能，使根部吸收的水分和经由气孔进入植物体的二氧化碳合成葡萄糖，并释放出氧气和水的过程。3. 光合作用制造的葡萄糖会运输到植物体全身，供植物体利用或储存成淀粉、蛋白质、脂质。课程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，让你想一想。这次课程当中，我们学习到光合作用需要照光才可以顺利的进行。那么，如果用日光灯取代阳光，植物还有办法行光合作用吗？欢迎你去寻找答案，留言在下方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